这两天一个搜新闻，最近一份内部视频中，苹果首席运营官杰夫·威廉姆斯和电动汽车项目负责人凯文·林奇宣布，说他们的自动驾驶电动汽车项目将参与项目的2000亿员工调换转移到 Generation AI 项目，这就意味着苹果把重点转移到生成人工智能领域。报道称，人工智能可能由专领导，并一直专注于生产一些人工智能项目，包括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等大型语言模型应用程序，如 ChatGPT，说明苹果在人工智能领域积极探索新方向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员工都能做出这一决定。据彭博社报道，一些员工将面临裁员。TechCrunch 简报称，一些员工已被解雇，他们取出的目前尚不清楚。除了与人工智能相关的，一个指人工厂外某搜索项目组提及的员工，如机影业和汽车工程师等无法升级公司的提供职位。苹果电动汽车项目始于2014年，根据报道，公司投资$10亿开发自动驾驶汽车和电动汽车，与特斯拉同时冷竞争。据特斯拉发 Vision Pro 是苹果首次进军混合项目头戴设备领域，成为自2015年 Apple Watch 发布以来第一个产品类别。值得注意，在过去一年，ChatGPT 的生成人工智能技术取得重大进展，但苹果在方面仍然相对低调。这样，苹果主要助手包括谷歌、微软和三星都推出了不同的人工智能技术，但苹果似乎错过了人工智能浪潮。一些报告表明，苹果在开发一种名为 AppGPT 的人工聊天智能机器人，供内部使用，运营在专有的基础模型上。苹果一直将生成人工智能集成到汽车里保持沉默，但我们可能会在今年6月 WWDC 会议上看到一些新的人工智能功能。苹果这一战略调整表明，该公司正在努力实现人工智能突破，一直有更多的创新项目，不仅是追求汽车行业的发展。2023年9月，国民体育周报认为，苹果的造车项目已经销声匿迹。苹果想在未来几年内投产，最佳方案就是通过收购车进入其他市场。不这么做，所以苹果可能无法在数年内量产汽车。今年1月，媒体获悉，苹果正在跟开发与具有量标准符合功能。和特斯拉汽车目前的驾驶能力相当，将采取 Level 2系统。较之前 Level 4进一步降低。即便如此，苹果也推展望汽车目标日期，这些目标是最早2028年问世，就是说推出汽车还用推迟2年。但是网友评论，苹果无法复制 iPhone 前自己主导的产品链。国内新兴势力造车，没有国内成熟产业链很难成功。做到快天下三分的局面，苹果已经很难分到蛋糕了。从我自己的规划来看，准备从硬件主导，转向软件服务过渡到 AI 系统之类，提供整车系统生态服务，成为整车解决方案供应商也不是不行的。毕业商战之道，实则绿之，虚则实之，个人想法都是很难变的。单纯从美国市场来说，美国对电动车是有保护的，但目前情况下，美国做特斯拉一家虽然有很大机会，但对于美国来说，他们电力是不稳定的，是可能遇到台风、飓风等不可抗力的。最暴躁的时候，电力会减少10000倍，所以家提供一个稳定的储能系统是非常重要的。而这是由激美国电动车销量。13年，美国喜欢开大车，喜欢走高速，大排量需要3.0以上，这个价格基本上$50,000以上。路面电车可以做得很大，也可以加速很快。这是你将电车的电力是不可逃逸的，比如说到处都有电了，只要是户外的狼尾，户外需要更大音箱吗？需要提供灯吗？需要烧炉子吗？需要露营灯吗？如果2个音箱的更好，这些都是路面大户。GPS 可以跟美国航向不太好，轮上没有网络，我不得不提个缺点。那话就说出来了，会不会出现第二家造电动汽车的？有可能是苹果。美国如果基于国贸易保护下去，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。对美国弊端也很明显，第一点，没有电池生产厂家，
就逼迫日韩企业在那投资建厂。第二点，美国已经严重提高一线工人的皮革制造业从08年已经下滑，通常自动化也需要很长时间行动。美国也会曾经走这条路。第三点，中国也会像特斯拉那样的一个实力，以就它的所谓42万加买了丰田、都是以铁实力的厂，那更可能用它新能往回一冲，它出错误了，并且制造业会可以这样做一样的东西，像出做黄的，生产车汽车混在哪里主要是硬件，对苹果来说没问题，其实软件，因为苹果最胜利的地方。美国没有一家像海康那样有很强的视觉算法能力，有很强的激光和红外录影从那三厂家，看看特斯拉就知道了。特斯拉不怎么知道192线的雷达非常有必要吗？当然不想做好视觉辅助驾驶吗？是没有这个能力的。同样说，苹果有这个能力吗？他不是不想，是目前供应链不会配合到美国建厂的。